我们其实呢，在这一次选举当中，大家会很在意在台海这边，因为认为会影响到情势。而另一个人呢，他也很在意台海这些情势是谁？是美国。好，先前美国你有听到啊？他说我们希望两岸能够多多沟通、多多交流，因为美中之间他们现在可能是真的有在修补关系。但你来看今天最新哈，这个是由中方这一边所发出来的讯息说，确实啊，我们有跟布林肯通话了，还说有谈到台湾。对话的人是秦刚，秦刚说呢，他有直接的告诉美国，应该要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讲到台湾问题，他们的严正立场是什么。而这一次的这一个对话，布林肯事后呢也发了一个 Twitter 说，他们的目标就是保持沟通渠道畅通。那也讲啦，就双边还有全球的问题，要做持续的努力。好，从头到尾，你有看到布林肯要去中方访问吗？不是先前很多美国或者是外媒都讲18号时间点都出来了，但这里面还是没有啊。甚至大家去问了外交部，外交部这边也说，没有太多的讯息可以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来看看这个呢，是在南华大学亚太所的所长，他说了，说现在有可能是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当年2月的时候，当时布林肯要来中方访问，说当时呢，其实他们是有一些期待的。那现在呢？现在已经想凸显的是，不是美国说了算，也就是杨洁篪当时说了，他们现在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了。我们可以跟你说不，当美国人跟中方说不的时候，大陆也可以跟美国说不，说现在有可能就是这么样一个态度。不过呢，也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其实呢，西方媒体很多时候他们会发一些新闻，那这个新闻你觉得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个呢，说是法国媒体发出来的，他的讲法是说，最近足球迷都知道梅西他到了中国来，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呢，他要跟澳大利亚踢球，跟澳洲踢球。那法国媒体的讲法是，梅西这个时候来踢球，其实是要给习近平一个精美的生日礼物啊。说因为呢，他来踢球这个日期6月15号，你以为他真的只是要跟澳洲踢友谊赛吗？没有，因为6月15号是习近平70岁的生日，所以时间点非常特别。但这样子一个说法，也让大家想说，真的是这样吗？会不会有点太过于穿凿附会了？其实现在习近平他真的还蛮忙碌的啊，忙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再一次的讲出中方要为极端的状况来做准备，当中包括跟西方的冲突。Wall Street Journal 讲了，5月底以来他已经2次讲这件事情，这代表着他们暗示的是局势即将升温或者是升级。好，也特别强调了未来5年他们必须要建立地缘政治具韧性的经济体。这一些都是他们正在做准备的。那美方呢？美方最近也有一些动作，好，包括什么？包括他协同全球的盟友。欧洲、亚太同时大军演，来看这个地图这个是在欧洲，是6月12开始，北约史上最大规模，25国250架机的参与军演。然后呢，在东边这一边，你就可以看到了。菲律宾海这里有6月9号开始，美日加法海军的联演在菲律宾海这边来同时展开，在这个菲律宾海上面一些，还有在东海这边，其实持续的双方都有所动作。坎贝尔就讲了，说呢，俄乌战争以来，现在美国首次在欧洲印太军演，虽然代价高，但是他觉得不可以少为什么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必须要在印太这边守住他们的基本战略，还包括什么？先前他们有提过啊，说是不是要设一个北约东京联络处？好，虽然呢，现在美方像先前也有讲，不是太赞同，但是日经这边的讲法是说，已经开始印太4国签约磋商了，要来研究这一件事情。纽澳日韩他们开始在讨论，但是必须要获得所有北约国的同意。他们希望呢，把这一些的国家当成一个基石。那重点就是说服法国，因为法国马克宏先前已经讲了，他不同意这件事情，北约大西洋组织就应该留在大西洋，但是也怪怪的，因为现在他说他想出席金砖峰会，大家开始在讲了，法国媒体也在说了，这个太疯狂了吧，前所未有他怎么会想要去参加金砖峰会呢？还说已经有跟南非总统这边打过招呼，好，但是南非没有表态。
但如果他真的要去的话，这代表什么？这个是法国的言论报分析说，这代表着他要跟美国来争老大，争全球的竞争治理权。好，因为金砖峰会，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是对着 G7 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经济体。那如果是真的想要法国来参加的话，是想要领导这个金砖峰会，变成里头的欧洲强国领袖吗？而且其实现在不是只有法国，还有其他20国都想加入。这里头很多人在意的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还有这一些OPEC 组织里面的成员国，现在也希望能够加入这个组织。那如果这边群体越来越大，可以把它视为跟美方之间的较量族群越来越大吗？好，我们打一个问号。回过头来请教赖老师，怎么样来看秦刚跟布林肯在今天通话了？而秦刚他们有强调是应约通话，而且他们聊到了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我觉得秦刚这一次是接了电话了，但是在这次的接电话中，我们看到中国对于古巴的炒作事件一点兴趣都没有，也不关心。也没兴趣，所以连谈都不谈，连问都不问。这个跟上次的气球事件就不太一样了。上次的美国也是因为布林肯要到中国大陆访问这个消息暴露之后，就爆发了所谓的间谍气球。中国说这不是间谍气球，你不可以过度反应，你不可以把它打下来。那美国还是把它打下来。那我们也看到中美的关系，本来这个在去年的时候，双方元首已经达成协议，布林肯要到中国访问。结果这个事情就黄了，就没了那这次又是那个布林肯媒体报道说他要到中国访问，古巴的间谍事件又爆发了监听事件又爆发了。但是你看在这一次中布林肯一直强调说不影响我去中国访问，不影响我去中国访问，上上下下都是如此，整个操作手法跟上次一样。这代表什么？美国政府内部有一派，他们自己本身想破坏中美的关系。不希望布林肯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但是布林肯铁了心就是要去大陆访问，所以赶快打电话给秦刚。那秦刚对古巴的事件也没有兴趣，也不关心，就不理他。但是秦刚表达了3个态度，2个停止，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习近平因为当时谢峰到美国纽约的时候也讲了相互尊重，相互尊重就是你要尊重我，我才会尊重你。你若不尊重我，别想我尊重你。那我觉得这个基本的原则再强调一遍。第二个就是2个停止。那2个停止，也就是说你美国要不要停止干涉内政？那也就是第一个纽扣理论，也就是台湾的问题不是你美国人可以碰的，不是你美国人可以打的，不是你美国人可以操作的，你连碰都不准碰。那你不碰，中美的关系才有可能走。那所以已经提出第一个停止。第二个停止就是对于中国的发展，你不能够再打压。那问题就在于，美国如果同意的话，那我觉得布林肯到中国大陆访问的可能性就出来了。那如果美国不同意，继续打压，也就是说从现在通了电话以后，一直到18号这期间里面，如果美国还有继续打压的话，我不觉得布林肯也有可能到北京。但是如果这段时间都没有打压了，然后甚至有一些取消了，那就代表讯号就很明显了，释出善意了，就释出来了。那也就是说，假设这段时间美国突然间把某一些制裁的名单就拿掉了，或者是有一些关税的问题拿掉了，那难道这不就是释放出善意吗？所以我觉得，如果布林肯18号真的要去北京访问的话，他的时间就很紧张了。是好，但是呢，我们也要想要请教一下吴老师哈，原因是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但是呢，他们的动作却很多包括现在北约、欧洲、印太，2场军演，然后呢说虽然代价比较高，但是不能少，他们其实是不是其实两边的同时也开始在做一些他们自己的准备？其实外交层级，美国外交层级一直想要恢复复谈，而且不止外交商务、经济，你看布林肯说要去，也说2次了。商务部长连蒙多也要去也不能去财政部长耶伦也要去，也不能去国防部长奥斯汀在香格里拉跟李尚福要谈，更不能谈了。因为你外交部没有谈完先，你国防部不能插进去先谈。他们凡事都有一个接触的起头的。那现在如果从气球门开始，
到这一次古巴这个监听危机，我觉得是美方，我刚才很同意赖老师，美方似乎有一些人对于所谓这个拜登的 engagement policy， 他们很担心拜登又走回所谓 engagement 跟中国接触的老路子啊，因为其实，在拜登上台之前，有许多人都反对说之前的美国就接触中国或者把中国纳入这个世界体系是错误的，他们不希望美国再走回老路子，维持对抗，而且是不断的对抗。问题是，假如你是以外交部门来看的话，不可能永远对抗。对抗的部分你还要有沟通，大国之间如果只有对抗，很麻烦的，而且会有许多红线擦枪走火的可能。所以他们像之前讲的共识性护栏，可能都很难维持啊。所以为什么布林肯从去年开始讲要见啊，今年初气球没让他不能见，到这一次18号到你们去还是有个问题所以如果双方要释出一个善意，特别是中方特别讲了。美方不要一边说要接触，一边又拉帮结派，特别讲了美方在拉帮结派，就像今天这个部分讲的，北约现在北约要实体化，特别是北约要在东京设办事处，它就是这个北约东扩，不止东扩亚洲北约都要出现了。我们过去在国际研究国际关系在讨论了，亚洲为什么没有北约亚洲有没有北约这个问题点？东南亚国家是很怕这个问题的，他们不想走这个所谓现实主义对抗的路子，他们喜欢走什么共和共荣We are family， 他们常讲的东协峰会每次开会就是 We are family， 北约进来你怎么样 We are family，很难7-11吗？不是 We are family 是全家，对不对？所以这个重要在联盟里面非常重要的是，如果你在所谓的亚太有结盟体系，我们在研究国际上发现，只要16、17跟20世纪你有这个结盟关系的，通常而且结盟里面有强权的，都会发生战争。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假如亚太之间有一个北约出现的话，那难保中国会不会放弃他所谓的不结盟、不对抗的老路子呢？这点是我们要去看的因为当你结盟造成别人不安全的时候，它就是这个 security dilemma， 我们讲安全困境这未来是全世界会有个大变局的。是。好，那要请教彬哥了，因为呢，现在如果说是真的是这样的话，站队的部分比较难想象的是，马克宏要去金砖峰会，这确实蛮多人都吓到了其实马克宏一直以来都想走出他自己的一条路，他也讲过好几次了。其实欧洲不应该就是好像变成像美国的应声虫一样，美国叫他干嘛就干嘛，而且欧洲人也应该负起防卫自己的力量。实际上，最近也有民调显示，连欧洲人民。欧盟里头自己的人都认为说，他们不应该过度依赖美国，应该要有自己的武装，要有自己的武力，担负起保卫自己的任务。所以我觉得马克宏就是想走这一条路线。那我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跟美国走，实际上这也是法国的传统。法国过去就常常是走自己的路，不太跟美国走在一起的。那只是你在这个阶段，在美国正在紧锣密鼓，希望号召他的盟友来全部来围堵中国大陆的时候，马克宏这样子出来，我想。这个大概跟马克宏心里头对拜登不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拜登上任之后弄了马克宏好几次，所以我想他大概也是觉得说，你既然不给我面子，我也不需要给你太多面子，我就走我自己的。但是他要走这条路也未必走得顺，因为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当初金砖国家起来就是对抗你G7的，那你现在G7的国家自己要进来，那这符不符合金砖国家当初成立的本意？那恐怕金砖国家内部也要经过讨论，所以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但是你说习近平一直强调极端情况，是已经准备要打仗了吗？我必须这样讲，就是他们应该是随时都有备战的打算，也就是因为面对美国的步步进逼，他们当然一定要做好准备。就好像台湾政府现在不是也天天叫我们要备战吗？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啊。但是是不是一定会真打？我认为。其实还很远呢。你看，美国一直急着想要找大陆谈，表示美国也不想真打。大家美国一直希望建立起一个双方一个沟通的管道，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好避免擦枪走火。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因为美国一直想要来拜访，可是你又一直不断的加强你的制裁打压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东西出来，那到底要谈什么呢？所以现在看起来。之前美国媒体讲的什么6月18号布林肯会到访北京，我当时就认为恐怕没有这么顺利，现在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如此。好，对于美国来说他们内部可能也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今天美国头条新闻是什么？是川普出庭应讯了，否认所有的指控，同时还发表演说，讲什么？讲说虽然法院那边讲说最快70天内会宣布判决，但是我觉得选到底。来听听他的原话。I think it's going great. I think it's a rigged deal here. We have a rigged country. We have a country that's corrupt, under which you could see yourself
dropping out of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No, none whatsoever. A horrible thing for this country. I mean, the only good thing about it is it's driven my poll numbers way up. Can you believe? 好，你看这个就是选举的人呢，怎么讲说？哎呀，虽然说现在呢，这个拜登政府啊在打我啊，说我什么把这一些公务的文件通通带回家，还对我有所指控，但是只会让我民调越来越高。哎，他讲这句话底气是什么？带你来看到，现在6月12，美国媒体的一个民调啦，说你认不认为川普被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哎，没想到ABC 47%，CBC 76%，路透也有81%说认为他被起诉是因为政治动机。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今年的选举，明年的选举就会有影响喽。而且拜登自己也有一些问题，包括了现在说呢，有17段的录音，讲的是什么？就是当年他们怎么跟外国的公司来有金钱上面的往来。好，共和党的议员直接跟他指控说，你有收受外国贿赂，这一些必须都是他要面对的事情。因为如果真的有的话，那个时候他是副总统，可能他也会面临很重要的官司。好，其实呢，现在在美国内部有问题之外，外部他们可能也得帮盟友。为什么？很挺他们的韩国，现在说跟中国杠上了，中韩冲突又再一次升级，现在就连尹锡悦自己都亲上火线，骂的是谁？骂的是中国驻韩的大使，而且呢，双方的军舰说已经开始在东海这边有所对峙了。讲到这一位驻韩大使呢，他的名字叫做邢海明。好，他是在一次的访问当中，是在跟在野党的领袖对谈的时候呢，他很明确的讲说，现在美国全力打压中国，现在如果有赌中国输的话，那个人他一定会后悔。很多人就在讲了，他这个讲的就是尹锡悦啊，让尹锡悦政府当然非常不满啊，说这样的话呢是让整个国民都不悦。好，甚至呢他们的议员还提议说，这样子下来的话，那我们就要小心哦，他会不会介入我们选举？我们是不是要取消10万在韩中国人的投票权？怕他们来干涉我们的内政。好，整个事情到现在，中韩之间从外交对峙，会不会真的升温到所谓军事上面的军舰对峙？这个后续都必须要来看。但是另一个科技战现在也升级了，因为呢，从荷兰这边传出一个消息，说他们即将要禁止大陆的学生去修读半导体的课程。我们都知道嘛，先前美国呢，他们在打半导体战的时候，有要求荷兰你这些光刻机等等技术不能给中国。现在呢，说彭博社的报道，荷兰这边开始在研拟立法，大陆的学生不能来参加我们这些敏感技术的课程，甚至担心啦，学了之后会拿回去使用，要规避，靠这样的方式来规避管制，连学生学什么都有可能明令禁止了。现在的科技战是走到这个地步，但即便这样，美国财长耶伦还是讲，我们不能跟中国脱钩，因为我们从数字上来看啦，现在虽然说中方对美的出口下滑，可是问题是基本上今年前5个月，中国的份额还是35.8%。大陆这边很多的商品还是美国进口的主要供应商啊，这个就是铁铮铮的事实嘛。而到底中国这些电动车有没有可能大举进到美国市场？比亚迪的副总裁是怎么讲的？他说，目前他们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先前的这个 IRA 法案确实对于我们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就去拉美发展啊。现在这些地方的电动车普及率可能比美国还要来得好，所以呢，从科技，从这个电动车车市，基本上美中持续的在较量，但是有一个地方也在较量，国际组织啊，昨天呢传出美国要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实算是第2次退出之后再回来。那中方的回应，我觉得还蛮酸的哈。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直接讲的是当作逛公园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美国这次回来的原因是因为说现在教科文组织他们要制定的是人工智慧相关的规则，或者是相关的教育的内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能让中国自己说了算，必须回来对他有所制衡，真的是这样吗？回过头来请教赖老师，怎么样来看川普现在说否认所有指控，而且我就不退选？我觉得这个对于拜登的选举真的不利用，因为川普的这个司法的案件坦白说，在美国
有很多人他们认为就是一种政治迫害，这个对川普的选举反而有帮助。即使说法官最快70天判决，但是问题就是还可以上诉那也就是说你没有到这个终审判决的时候，这个选举都还在进行中。我估计你法官再怎么快都没有办法来的选举这么快，因为选完了以后，如果川普又胜选的话，那司法的豁免就另当别论了。拜登的儿子杭特因为已经有前情报局的官员，他们已经而且是局长级的，已经出来作证说，当初在选举的时候他们有作伪证也就是说他的儿子确实涉及到很多的一个案子。我觉得这个可能拜登也逃不了了，因为这次的杭特的这个事件共和党一定会穷追猛打的。韩国倒是玻璃心了，太脆弱了因为这是一个驻韩的大使跟在野党的党首党魁彼此之间的一个对话。那他们其实韩国的大使没有点名他们有谈到这个日本的核污水排放的问题。那你看韩国的渔民如此强烈的反对，那么有谈到中韩的贸易的问题、半导体的问题等等。因为目前来讲，韩国已经进入了这个跟中国大陆的贸易赤字的一个情况，而且越来越严重。那目前情况看起来很难改善。那最主要是尹锡悦的转向美国嘛，而且尹锡悦介入了两岸之间的问题，这个都碰触到最敏感的事情。中国大陆还没有出手中国大陆如果真的出手的话，那么帮助朝鲜做更多的事的话，韩国才会真的受不了。中国大陆都还没有这样做，你看尹锡悦就已经哇哇叫了。那这个大使他讲的很简单，他说有人赌中国会输，那他又没有说你韩国人，也没有说你尹锡悦，他只说赌中国输的人以后一定会后悔，就这么简单那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这个话根本没有什么问题。那为什么这个尹锡悦就气急败坏呢？而且越来越生气。但是很奇怪等到中国大陆又反击了以后，你看突然间这2天不讲一句话了，闭嘴了。所以我觉得，因为情况已经到了比较紧张的局势比亚迪不去美国，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为什么说合理呢？美国的补贴法案是你拿我的补贴，你就不能去中国大陆发展。是，那开玩笑，你要比亚迪放弃中国大陆的市场，这个想都别想。不过我觉得比亚迪本身在欧洲的进军是绝对有可能。以法国目前来看的话，法国想在诺曼底这个地方打造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有关于电池的一个生产供应链。那法国如果成功了在这个诺曼底这个地方打造一个电池的车用电池的生产供应链的话，当然会吸引很多的这些比亚迪中国的这些电动车进入到法国去。所以我觉得比亚迪选择法国或是选择德国、选择法国的可能性是蛮高的。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要继续来看到的是中韩之间下一个外交战争真的会升级到所谓的军舰也开始在东海这边有对峙的状况吗？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之前讲到了，美国其实现在在世界上头有他们的战略布局，但是这个布局会玩到什么程度？原因是他们自己内部其实也开始有很多的选举对垒。来，吴老师怎么看？那个川普真的是厉害越打越强经历身经那么多这个官司，不怕打下来。各位观众，如果你还记得去年6、7月在暑假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个时间，美国在做什么？最关注这个所谓1月6号终极大审。那个时候在特别在关注川普怎么样去煽动群众攻进国会、践踏美国民主，甚至还殴伤很多警卫那个不仅仅是政治的考量，而且很多是对人性道德的一个，是对美国民主的发展。那时候全美国社会舆论哗然所以世纪大审1月6号听证会，川普安然度过。这一次又面对了这么多的指控还包括之前艳星的这个指控，是。他还是没有事情这代表什么？他基本盘很厚美国共和党选民对他还是充满信心这点是非常奇特的现象。当然，包括现在美国经济的问题也是外债的问题也是
还有很多这个美国老百姓对他们生活很多不满，物价的高涨。我想，川普现在有个顺势而起的这个很强的风潮，所以各位观众你记得哈，甚至前阵子在爱荷华州哈举行了共和党的初选，所有的这个候选人都到场了 ，DeSantis 对不对？大家都到场了，川普不去啊，他觉得这个场面不需要我去，我的民调还是遥遥领先。所以代表说，川普对自己一个很有信心，他基本上很厚重，这对拜登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为什么？拜登被人家照到跌倒那么多次，在选民现在对他的未来4年治国能力会打上一个问号。是，大家会看这个联合国哈，美国重返联合国，这个外交部说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美国跟这个教科文组织的爱恨情仇不是1天2天的事情，早在2011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把什么巴勒斯坦纳进来，投票说巴勒斯坦你可以进来。巴勒斯坦本来在联合国各级组织都是观察员，唯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在2011年把它纳进来。2017年更厉害的是什么？他们在这个联合国教科宣布什么？西伯伦的旧城区为巴勒斯坦的濒危世界遗产，这对以色列是多大的侮辱啊！那时候川普说什么？你敢动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你决裂。川普毅然决然宣布退出了，而且会费当然没有缴了，因为欠这个会费不是川普在欠，奥巴马时代就开始欠，所以川普就退出了。现在拜登又说要进去，这不是很吊诡吗？那以色列人怎么办？是对不对？那些你当初欠的会费要不要缴？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别人说联合国怎么是你来就来，走就走。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还是一个什么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强权。是，而且。如果现在川普明年又要选了，那如果他又选上了，那这个教科文组织又要再还回去吗？不知道。好，我们先进广告。好，最后我们要请彬哥帮我们总结。其实大家说美国这样跳进去又跳出来是怎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像逛花园吗？其实。不瞒你说，美国向来就是这样。他参加所有的协议都是这样，有很多协议是他自己搞的，结果他后来发现，这个对我不利，我就跳出来。大家不要忘记联合国的前身国联就是美国人弄的，结果美国人成立国联自己不加入，那就搞这一套。美国人向来就是这样玩了。那以前我们讲说铜锣湾陈浩南是什么？讲义气够狠，兄弟多，对不对？美国就是不讲义气，但是我够狠，我兄弟多，所以他就是这样玩。所以你拿美国一点辙都没有。那美国。为什么比亚迪不去？其实也很简单，因为美国人根本不要他去。因为美国的市场就直接等于限制了，让比亚迪不能在那边发展。可是美国这样短期看来好像是保护了自己的产业，可是长期它也是损害他们自己的消费者。因为你这样的话会造成美国的未来的电动车，它的锂电池的价格都会大涨，因为你自己的供应就会短缺。那这会拖慢整个美国转型电动车的进程，这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结果。所以。比亚迪说：“我们会预期拉丁美洲未来那个电动车的普及率会高过美国，这大概是必然的现象。因为美国只剩下昂贵的电动车可以买，那对很多美国的消费者来说，那我宁愿继续使用我的油车好，就慢慢用吧。所以我觉得美国自己的政策会造成自己本身的问题。这个看起来短期之内好像保护了，可是美国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你们把这些产业移出美国，是因为你们已经评估过美国不适合做这些产业。”那你现在要重新把这些产业拿回来，请问一下，美国重新满足了这些产业生存的条件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拿回美国的好处到底在哪里？因为像现在硬把台积电逼到美国去，其实已经造成非常多的问题了。包括你从台湾过去的工程师跟美国在地找的这些工程师，其实已经产生不合，然后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台积电的这种文化，没有办法轮班啊，也不可能超时工作啊，那也没有办法满足台积电的要求啊。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汉斌。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今天所公布的一个最新民调，就是来自于林传媒的民调。他表示，柯文哲现在呢在这一波的民调当中依旧排名第2，可问题是这里头
排名不变，但数字有在变化。发现了柯文哲现在虽然说排第2，但是他支持度突破30%了，来到31.29%，紧追的赖清德跟侯友宜之间拉出了一段距离。先前呢，其实有很多名嘴就开始分析啦，说柯文哲他现在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呢，他必须要来看浅蓝、浅绿的票，通通把它吸过来。我们号称吸星大法，好，什么意思呢？原因是现在在数字的变化上头，我们可以来看看，而在两岸共识上头，有没有可能变成这一回选举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大家都说了，这一次是非常重要的一次选举。好，赖清德说是民主跟专制，但是也有人说啦，是到底未来两岸要如何走？侯友宜这一边呢，他前几天讲了一个名词叫做西边。有人就说了，你讲西边来代替两岸称大陆，是不是想要回避9·2共识呢？那不提，那不说9·2共识，是不是因为你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可能偏绿、浅绿这边的选票、中间选票？但是回过头来看数字，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先顾一下基本盘？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从上一次大选的数字带您来看到，好，原因。蔡英文上一次拿到817万票，得票率呢过半，来到57.13%。但是你看韩国瑜跟宋楚瑜他们2个人的得票率加起来，其实大概有613万票。这2个人上次在选举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认同9·2共识的。所以如果我们从数字上来看，可以说认同9·2共识的，在上一回的得票率告诉我们大概有613万票。那回归到这一次选举，我们刚刚很直接的告诉您了。为什么柯文哲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打法，或者是这两边不同的一些说法跟声量？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也知道，现在的赖清德呢，基本上不太可能会拿超过50%，像蔡英文当年那样。但是40%是他的基本盘，所以他希望拿到40%之后，另外60%给柯文哲还有给侯友宜2个来分，4:3:3他会赢。但是柯文哲是怎么样一个算法？柯文哲他的算法是想要4:4:2啊，原因是什么？是如果赖清德一定有40%的话，他也拿到40%，就有机会来跟对方比拼，那剩下一个人就会被边缘化。到底是柯文哲被边缘化，还是侯友宜被边缘化？就必须要思考谁能够拿到比较巩固好你的基本盘。那侯友宜就想问了，如果说基本盘都没了，你觉得还会有中间选票吗？其实现在在面对两岸的议题，赖清德虽然说他没有抗中保台，他和平保台，但是你来看看他的动作，他讲面对中国威胁，一定要坚持台湾路线，守护主权。看起来还是在保他那个40%的基本盘嘛。郑文灿呢，则是讲了说，既然 AIT 鼓励我们对话交流，但是什么？不是我们不讲啊，是对岸啊，对岸才是目前主要障碍的来源呐。那大家就想问，真的是这样吗？因为马英九办公室他们就讲啦，我们其实一直以来，你们政界没有办法谈，商界你说很敏感，那学生交流很好，可是我们现在想要邀请大陆学生来台湾，却被批说是统战样板。那到底为什么现在民进党越来越像共产党呢？也有很多人问，50个学生来就会被统战吗？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政府的一些做法到底是害怕什么呢？其实现在在昨天有一个最新的公布，好，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告诉我们，现在有一个全民国防应变手册，这里头呢就有一页特别告诉你了，说我来告诉你对岸的军人会穿怎样、长怎样，代表什么军种，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是希望让你能够识别出来敌军。好，可问题是这个 IDF 金国号，蛮有名的一个军事迷哈，他就直接讲了。利益良好啦，但是这里头错误资讯太多，还甚至告诉你说，这里面大陆的国防部官网通通都可以找到资讯，怎么用抄的还能抄错？到底是想要交差了事，还是做心酸的呢？里面甚至呢，就连他们自己民进党的立委都在问了，你这个人数容纳量的问题，避难室说是在地下室，然后你说呢可以容纳3000多人，这个数字谁看了都会觉得有问题呀，或者是指引标示用 A4 纸，那不怕日晒雨淋吗？到底是不是做半套的？甚至
他还告诉我们什么？手机在暂时是可以漫游的哦。他告诉你说，台湾啊，从南到北都有海缆卫星，随时可以上网啊。你说暂时要是真的电话不通，基地台不通怎么办？他告诉你说没有关系，家里还有市话，甚至呢，我们还有环岛光纤，这些都可以用。这样真的有用吗？大家开始问这些资讯，想要跟我们说些什么？官员到底哪来的自信？而在外交上头，现在呢，外交部也告诉我们了，说他们看到什么？他们看到洪都拉斯好像开始跟中国这边越来越好，甚至在释放一些讯息，所以他们呼吁对方不要护从中国，才不会升高区域紧张。但是大家就想讲了，不对啊，他都已经很明确的跟我们断交，就是为了要跟中国建交。那你觉得你现在这样子发文有用吗？啊，就有人开始讲嘛，讲说什么？讲说，你看当时卖我们白虾，现在人家对岸都不买，结果呢，人家的总统会晤习近平亲自推销白虾。对岸点头了，那就开始有个新闻讲说没有啦，这个价格恐怕只剩台湾的一半而已。可是呢，对岸也会发新闻啊，他们也会发他们自己的大内宣、大外宣啊。他们就讲说哪有，我们现在还准他们的香蕉、咖啡豆一起来进口。所以呢，大家也开始在思考，这样子的新闻其实有可能会影响到的，不是只有洪都拉斯，还包括旁边岌岌可危的巴拉圭。好，原因是什么？这些订单有没有可能也会变成利诱巴拉圭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手法？或者是宣传，这一些我想才是外交部更应该在意的吧。回过头来请教彬哥，怎么样来看这次的民调？好，大家就在讲了，侯友宜他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守住基本盘？其实最近这一波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哦，赖清德跟侯友宜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防守的状态，尤其是侯友宜因为这个为要案，然后被打得有点手忙脚乱。那反观柯文哲，他不断在进攻。那也不断的在扩充他自己的票源，然后包括去接触馆长、接触黄国昌、接触各式各样人，然后到学生这边去接受挑战。那他在不断的在扩大他的影响力，所以也可以看出成果来。其实最近几个民调都显示柯文哲的态势是在上升当中的，所以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状况，也就是现在柯文哲跟侯友宜大概就是想尽办法要让对方变零跟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问题是谁会变零跟人呢？本来蓝军这边是信心满满，因为他觉得我党的实力雄厚，基础比较大，所以应该是这个柯文哲会变零跟人，你要靠过我这边来，所以要蓝白合。可是现在恐怕情势看起来越来越逆转，好像变成快要变白蓝合，也就是你蓝的这边是不是要放弃，要被白的整合过来，不然的话就是拱手让给民进党。所以侯友宜必须要改变他的整个策略。最近这一阵子其实已经看出来他自己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了，包括一些论述的问题，包括他整个应变的一些能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要赶快改变策略，然后不要再畏首畏尾，因为我觉得现在侯友宜没有发觉一件事嘛，这一次的大选3个候选人都不愿意讲9·2共识，所以那你不讲9·2共识的话，就表示你在这边也得不到什么分呢，因为别人也没讲啊。所以你跟别人的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每一个人你在选举的时候，你要找出你自己的市场区隔出来，什么是你自己的市场，你能够抓到哪一些票，你自己本身要去思考清楚，否则一昧的这样闪躲啊，或者是绕路啊，我个人觉得到最后对侯友宜本身是不利的。那现在这个民调看起来情况对侯友宜真的是越来越糟糕。我认为如果到7月的时候还没有转机出现的话，那侯友宜真的会变成零跟人，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变零跟人，甚至现在一些绿营媒体正在见缝插针啊，说7月23号搞不好要换人，就直接这样讲了。所以我觉得侯友宜自己要去警惕这些事情哦，因为你这样做，结果目前看起来在选战上离失败越来越近。那至于说那个赖清德他们每一次都在搞这些什么抗中保台啊什么东西，那我就觉得无聊到现在连个陆生来也不行。然后两岸之间的交流什么都是统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直接讲明了吧。如果按照你们这种观点的话，我们要不要切断所有一切跟中国大陆之间往来？因为中国大陆跟你买东西都是统战，这很摆明啊，因为人家故意对你让利，请问一下，这不是统战是什么？那你应该禁止中国大陆跟我们买东西，你也禁止任何一切的交流，因为对方的目的都是统战啊。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所以如果你没有禁止这些其他的交流，为什么要特别禁止几个学生来会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陆委会是完全被人家看破手脚。
那还有，拜托，我知道台湾已经被美国弄得越来越接近兵凶战危的地步，可是去搞什么这种国防应变手册，去年搞了被人家骂了半死，今年卷土重来，弄了厚了1倍，结果里头一堆废话。而且我真的不懂，你叫一般民众去辨识解放军的军阶干什么？请问一下，你辨识他的军种或军阶，请问一下你能干嘛？你有没有发觉，当你民众进到可以辨识他的军阶的时候，人家就站在你面前了，你是不是直接被人家打死？那而且他是一般的民众，一般的民众在战时要做什么事情？在战时就是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嘛。你要教的是怎么样让他去保命，而不是教他去辨识敌人。你要一般民众帮你去作战吗？然后更不要在那边荒唐了，还战时的时候你还会有网络，还会有通讯，你有海底电缆，人家不会把你剪掉。前2天人家一个拖网就把我们鱼缆弄掉了，那你怎么会认为战时的时候这些东西还会存在呢？真的是不要再异想天开啊！是啊，请教吴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哈？原因是因为现在郑文灿的讲法是两岸，我们不是不交流，是障碍来自于对岸。你怎么样来解析这句话？甩锅是最容易的啦。他会说我们主张和平嘛，主张交流嘛，都是你们要威胁。其实这论调我们听很多了啦，都是中国大陆不遵守国际规则，破坏国际规则，破坏国际秩序，都是你们拿枪对着台湾，都是你们把飞弹指着台湾，千错万错都是你们的错啊！不会思考自己，这是很简单的。这种东西，其实在冷战时期大家常会用啊，就像德国人常讲，都是这个纳粹德国常讲都是犹太人的错，是一样的道理嘛。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0跟1是很好操作的。问题是，我们就回过头来看，每次台湾到了所谓的大选，特别是中央型选举，国家生存永远是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台湾没有左右派啦，这点是我们选了20几年了。最麻烦的就是我们的中央选从来没有左右派在分，两个主要的国民党、民进党都是我们的资本主义政党，所以选到头来都是国家生存。早前的我们讲了所谓本省人、外省人，再来是统独，再来就是战和，这个就是所谓的台湾的选举最重要的议题。这也牵涉到现在这个蓝绿白三方的他们最后要该怎么样在这上面得分。其实我觉得，侯友宜的阵营现在慢慢在形塑这方面的东西，是不是要用9·2共识？我觉得慢慢应该会有出来一些形式了。但是如果我们一看赖清德是所谓的抗中保台或者是和平保台哈，他是以抗衡在这个左边的话，国民党的9·2共识应该是右边，那柯文哲在中间。那选举有个理论叫做我们讲中间选民理论 （Median Voter Theorem），就是当两边的这个最主要在左右两边的党，他会尽量往中间切啊，切越多的中间选民，可以呢获得最后的胜利，是这样。那就要看说，当接下来选战到了最后几个月啊，民进党跟国民党在国家议题、两岸议题跟外交议题上面，好，最后的短兵相接的时候，还有特别是总统配合区域立委在短兵相接的时候，这个部分如何他们在各自得分哈，这会影响到柯文哲最后的得票数。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哈，现在还稍微有一点早啊，最后2-3个月呢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看第一个侯友宜在两岸问题啊，在外交问题上，他怎么把或许过去江启臣前主席讲的宪法9·2搬出来的时候啊，因为其实宪法9·2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对内以赢得选举为主，强调中华民国的主体性啊。对外以后未来再就跟北京讲说，那9·2共识到底怎么行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概念，因为毕竟你只有赢得执政权，你才能做两岸关系。在还没赢得执政权之前，所有两岸关系都会造成你的不是负分，不然就是不会得分。柯文哲很聪明啊，他就用这个方法，他讲到9·2共识，我选上了才去跟对岸讲，他就特别知道所谓双层，所以我们叫 two level game theory， 这是双阶层理论的，怎么样去好好拿捏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当然，我觉得接下来未来蓝军如何归队，就是要看侯友宜在两岸政策还有外交政策上面，他怎么样行出他那一套，该怎么样去说服深蓝、浅蓝，还有所谓的我们讲非绿大联盟的这个的选民，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要讲一下这个中红关系，外交部用这个护从哈，非常有趣。我想洪大师是经济上护从，他不是全部都护从，毕竟他在这个拉丁美洲地缘政治上面，还有跟美国的关系上，他不可能全面护从中国大陆。他现在就要赚钱，不管是白虾也好，咖啡也好，现在甜瓜、哈密瓜进口也好，他必须要把这个中国大陆市场先占下来，接下来他才慢慢谈其他事情。好，其实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今天哈，他们
就开始在讲说，这个洪都拉斯外交部出来呼吁他们不要护从中国。但是我们就在讲啊，他其实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对啊，人家也会发新闻啊，人家新闻发给谁看？发给巴拉圭看。你会说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好，今天一个最新消息啦，是巴拉圭的后任外长说他们准备与大陆对话，但不会拒绝跟台湾合作。这些关系我们也想问了，外交部有没有看到这些新闻啊？我觉得当洪都拉斯跟我们台湾结束这个邦交结束外交关系的时候，你外交部跟洪都拉斯讲什么话，他会理你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一个很可笑的事，就是说外交部告诉洪都拉斯你不要护从中国大陆，这个简直是荒唐可笑，他已经不承认你了已经跟你结束关系了，你还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做，这个叫做无知，叫做可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洪都拉斯跟中国大陆一建交的时候，第一时间马上加入这个“一带一路”，这代表他的态度够明显了。然后李强马上谈到，就是说尽快的这个中洪之间赶快开始进入这个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所以马上要加速了。那这个摆得很明白，就是大陆它基本上要跟洪都拉斯建立更紧密的经济的、政治的等各种关系，因为洪都拉斯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很重要。是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块地方不管是往尼加拉瓜或者整个加勒比海这个地区来说，中国大陆是铁定要经营下去的。而且它已经产生了示范效果了。你刚刚讲到巴拉圭，巴拉圭是我们在南美洲唯一的外交关系。对。那这个外交部长准部长已经态度很明白，就是说没有前提、没有条件，直接跟大陆直接对话。那一旦对话谈好以后，那当然就是结束跟我们台湾的关系嘛。所以这个已经马上就会面临的问题。因此，你外交部你现在吴钊燮，如果你真的懂外交，你应该去回防守住这巴拉圭，而不是对一个已经断交的洪都拉斯再说三道四的，因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简单说了，谁理你啊？因为他已经跟你结束外交关系了，他就是根本不想理你了，所以这个态度就摆得很明白。到今天为止还看不清楚状况，我就觉得简直是很可笑。国防部不会写这个战时的一个计划、应变计划，可以理解，因为国防部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参与过战争，没有一个人有战争经验。我们在台湾上上下下绝大部分的人，可能是99.99999%都没有战争的经验。那连美国人也不会写，你放心。不然的话，你叫美国人写一本这个战争的应变计划给我们台湾，绝对写不出来，因为美国人也没有战争的经验，美国人更不知道打仗的时候在美国会说发生什么状况，他们也一概都不知，因为他们只是侵略别的国家，他们制造别的国家的战争状态，而他们自己国家从来没有发生战争状态。如果美国真的有一天发生了自己战争状况，他可能就会写这个战争应变计划了。所以国防部也不用觉得太丢脸，你不会写可以理解，你叫美国人写，美国人也写不出来。那你要怎么写呢？去乌克兰取经，也就是说你派一个研究小组进入乌克兰，在战区，最好是派台独的，到战区去，然后呢去了解一下这个整个战争的状态下，那么该怎么去做应变那而且也顺便做一下研究，就是说大概死伤会有多大这个再了解再来编写这个就有意义了。最后我还是讲一点，我觉得侯友宜没有在两岸的地方表明态度，没有守住国民党的立场是不对的。国民党的立场9·2共识没有被放弃，没有被抛弃，马英九已经讲得很明白。那到今天为止，侯友宜不赶快把9·2共识拿出来，来跟柯文哲跟赖清德对抗，坦白说自己丢掉地盘。